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your HSK2 Chinese Grammar Series. In today's lesson, we'll learn two very useful question patterns in Chinese: yes-no questions and a-not-a questions. These structures will help you ask for confirmation and make your conversations more natural and interactive. Let's get started. 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正坐在一家充满咖啡香气的街角咖啡厅里。阳光刚好洒在木头桌面上。对，然后背景还播着那种就是轻柔的爵士乐。今天我们不看那些死板的教科书啦，没错，也没有白板和麦克风。就我们三个朋友，对，包含现在正在拼着这段对话的你，我们坐在一起，轻松的喝杯咖啡，聊聊天。我非常喜欢这个设定。真的哦，因为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用，却很少仔细去感受的主题，也就是中文里问问题的艺术。问问题其实真的是一门艺术。对呀，你可能会想说，问问题有什么难的？在句尾加个问号不就好了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啦。没错，在 HSK2 的阶段，我们关注的不再只是把话说对，而是要怎么说的自然，说的有策略。甚至是要说的有同理心。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我们将由浅入深，从最基本的征询意见，一路聊到像是侦探一样确认猜测的进阶问法。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很喜欢这个咖啡厅的场景，因为这正是语言应该存在的场景。在生活里，而不是在考卷上嘛。没错，问问题其实是一种权利与善意的交换。我们怎么问，往往决定了对方怎么回答，甚至决定了这段对话的空气是紧绷的还是放松的。真的，今天我们要探索的这几种句型，就像是我们沟通工具箱里的不同工具，每一把都有它特定的用途和情绪。我很期待能和你，还有我们这位正在聆听的朋友，一起把这些工具拿出来，在我们这张咖啡桌上好好把玩一下。那我们就先从最温柔的工具开始吧。第一种情境是，当你心里已经有一个想法或建议了，但你不想显得太霸道。对，你想问问对方的意见。这时候，中文里最常用的魔法词汇，就是在句尾加上“好吗”。哦，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实用的说法哎。真的，而且能瞬间软化语气。比如说，想象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场景，你还在路上塞车，然后同事打电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到公司，如果你因为心急直接说再等我10分钟，这听起来就像是个上对下的命令哎。对啊，听起来超有压力的。但如果你稍微转个弯说对不起，再等我10分钟好吗？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这个小小的好吗，在心理学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没错，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它叫做是非疑问句。因为他期待对方给予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复嘛。确实如此。但如果我们看深一点，当你说出好吗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温柔的协商。温柔的协商这个说法很有画面感。也就是说，你把对话的最终决定权轻轻地交到了对方手上。这不仅仅是一个问句了，它更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它让你的建议听起来不再是冷冰冰的指令，而是一种邀请，让对方觉得自己是被尊重的。完全正确。另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是，当别人问你一个很难的问题，你不想碎片敷衍，也不想立刻给答案，这时候就可以说，我想想再回答好吗？对，这句话一出来，对方通常都会觉得备受尊重，然后回答说可以，没问题。这其实也就是给了自己一个缓冲的空间，同时也照顾了对方的情绪。那么现在换你来试试看咯。对，就是正在听着的你，假设我们三个刚刚在外面逛街逛了很久，才终于走到这家咖啡厅，你走的腿都酸了，心里很想赶快坐下来休息。这时候你会怎么运用这个温柔的协商来跟我们说呢？你可以先在脑海里想一下哦，你心里想的应该是类似我走累了，休息一下，好吗？或者是我们去这个窗边的位置坐一下，好吗？对，这就是非常标准而且充满人情味的母语人士表达方式。你先陈述了一个事实，也就是我走累了，
接着提出解决方案，休息一下。最后用好吗来征求我们的同意，短短几个字就把你的需求和对朋友的尊重都表达得清清楚楚。掌握了这个小技巧，在中文的沟通上就会顺畅很多。接下来这个部分就真的很有趣了。如果说前面的好吗是温柔的协商，那我们现在要聊的正反疑问句，就像是直接把咖啡厅的菜单推到对方面前。给予非常明确的选项。简单来说，就是把肯定和否定的形式并排在一起。直接问对方 A 还是非 A。这是一种非常直接又有效率，但又不会让人感到压迫的问法。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使用它，比如形容词的用法。像刚刚我们说，我走累了，休息一下好吗？如果我们想展现多一点关心，主动出击，我们可以换成正反疑问句，直接问你累不累？我们休息一下吧。这就把累和不累这两个选项直接摊开来了。另外，我们刚刚学的好吗，在这种句型里，其实可以完美替换成好不好。没错，例如我们点2杯拿铁，好不好？这跟好吗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放在陈述句的末尾来表示建议。不过，你有没有觉得好吗跟好不好听起来节奏感有一点点不同？真的有诶，好吗感觉比较轻柔，而好不好有一种像是在轻轻敲桌子的节奏感，有时候听起来会稍微活泼一点。或者带有一点点说服对方的感觉。因为好不好有3个音节，中间夹着一个不，它在语音的节奏上会比好吗更跳跃一些。有时候家长跟小孩说话也很喜欢用好不好，带有一种哄劝的语气。但除了这些放在句尾的词，真正能展现中文语法灵活度的，其实是动词的变化。这正是我觉得中文学起来像是在玩乐高积木的地方。当我们的句子里加入了受词的时候，同一个意思居然可以变出3种不同的说法。这就必须提到中文这种语言的特性了。中文的词汇本身不会变形，对，我们没有过去式加 ed， 或者是动词变化。我们就是靠着把字块像积木一样堆叠起来改变意思。让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动作来拆解。假设我们现在喝完咖啡，想去隔壁买包咖啡豆，最单纯的叠法就是把动词的正反形式放在一起，也就是去不去。如果你想把目的地这个受词加进去，最常见也最中规中矩的方法是把它放在最后面。你去不去买咖啡豆？这听起来很自然，也是大家最熟悉的说法。那如果我把积木换个位置呢？第二种拼法，我们把受词拉到中间，把不加上动词放在最后面，变成你去买咖啡豆不去。哇，你去买咖啡豆不去，这句话听起来节奏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带有一种很随性，甚至有点催促的感觉。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文要发展出这么多种说法？明明意思都一样啊！其实这完全展现了语言在不同情境下的灵活性。这几种说法在语义上没有任何差别，但语感不同。你去不去买咖啡豆，听起来比较正式完整。而你去买咖啡豆不去，把不去放在句尾，会给人一种更口语的感觉。这种说法在中国的北方特别常见。这就像是同样是点一杯拿铁，你可以选择加全脂牛奶、加燕麦奶或者是杏仁奶。目的都是喝咖啡，但口感的选择取决于你当下的心情和说话的对象。我喜欢这个燕麦奶的比喻。既然说到选择，这里有一个学习者超级容易踩雷的小细节，我一定要提醒你啊！刚刚我们都在说不，比如去不去、累不累，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过去呢？千万不能用不哦。想象一下，我刚刚去柜台拿了一份今天的报纸放在桌上，现在我想问你看过这份报纸了没有？我不能说你看，如果不看今天的报纸，这听起来像是我在问你未来的意愿。我要说你看没看今天的报纸？这里要把不换成没，因为没代表的是动作的发生与否，也就是过去的状态。这点提醒的很重要，因为没和不的区别，刚好是很多学习者会卡关的陷阱。只要涉及到过去的经验或动作是否已经发生，一定要用没。顺着这个逻辑，我也想补充一个很常用，但正反形式有点特别的词，是哪一个词？就是助动词可。当你想问别人能否做某件事时，我们不会把积木拆成可不可，而是要保有完整的词说可不可以。
或者是简称可不可以。比如说，你想看我手上的菜单，你会问我可不开借你的菜单看一下。这种对微妙语法细节的掌握，就是区分你中文自不自然的重要关键。我们从好不好、去不去，一路聊到过去式的看没看，还有刚刚说的可不可以。中文的这种正反疑问句真的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而且当我们习惯用这种方式问问题时，对话的节奏会变得非常明快。因为你给了对方明确的选项，对方只需要在是与否之间做选择。确实，这种给选项的方式在交换资讯时非常高效。但如果我们今天不是要给选项，而是我们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呢？我们问问题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寻找未知的答案，而是为了确认我们心中的某个想法。这就带我们进入了下一个层次的语言探索。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温柔的协商者、给选项的效力大师，化身为语言里的福尔摩斯了。如果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猜测，只是想找对方求证，这时候是不是就要闪亮登场了？如果我们把这个连接到更大的脉络来看，你会发现是不是的使用时机隐藏着非常有趣的心理学。说话者对情况已经有了推测，你想请求对方来证实你的观察。这与前面单纯给选项的去不去，在心理状态上完全不同。去不去是你真的不知道对方的意愿，而是不是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7、8成把握的答案，你只是需要对方点头说对。我们用现在这个咖啡厅来演练一下。假设我们刚坐下，连菜单都还没看，突然，服务生端着2杯冰拿铁朝我们的桌子走过来。这时候你绝对不会问我他送不送咖啡，这听起来太奇怪了。你会像个侦探一样，看着那2杯咖啡，再看看我们空空的桌面，然后问我那2杯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情境非常真实。我们在想象另一个情况，我们正聊得开心，你突然转头看向窗外，发现路上的行人纷纷撑起了伞，地上也变暗了。你不会问外面下不下雨，你会根据你观察到的线索，自信地问外面是不是下雨了。或者是另一种带有期待的情绪。假设我们刚才在聊工作，我好像随口提了一句我们明天不用进办公室，但你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为了想再次确认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你会带着闪闪发亮的眼神问我们明天休息是不是？发现了吗？这里的是不是被放在了句尾，同样是在确认一个推测。这里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把是不是放在句尾，其实跟我们一开始学的好吗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同样有一种把确认的球轻轻抛给对方的感觉，但语气上比放在句首要显得更和缓，更像是在寻求认同。所以这一切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你现在有能力根据你当下的心理状态，去选择最适合的问句了。现在你要不要试着戴上你的侦探帽？我们来个小小的互动挑战。假设你现在手机里有一张你们家那只超级可爱、毛茸茸的猫咪照片，你拿给我们看呢？你原本可能会用最基本的问法，你看，这就是我家的猫，漂亮吗？如果现在我要你把它改成我们刚学的带有推测语气的问法，你会怎么说？如果你心里觉得自己的猫天下第一美，你只是想听我们称赞它，你可以用带有引导性推测的问法，是不是很漂亮？对比一下刚刚学的效率型问法，漂亮不漂亮？听出来这2种语气的差别了吗？前者充满了主观的期待。而后者比较像是在客观的要一个评价。再来一题，假设你昨天在医院门口好像看到我走进去，今天我们在咖啡厅碰到面，你原本想问你昨天去医院了是吗？如果套用我们今天教的侦探问法，你会怎么改这句话？想一下哦。答案是你昨天是不是去医院了？加了这几个字，是不是瞬间觉得自己的中文变得超级道地？充满了关心和一点点的好奇。当你开始有意识地选择使用这些句型时，你的中文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字面翻译，进入了心理交流的层次。你不再只是传递讯息，你还在传递你的情绪、你的猜测，以及你对这段关系的拿捏。聊着聊着，我们杯子里的咖啡也差不多喝完了。
让我们来快速回味一下今天我们这趟语言探索之旅。我们一起解锁了3个不同层次的问句工具。首先是温和征询意见的好吗或好不好，它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接着是直接给予选项的正反疑问句，去不去或者过去式的没。这展现了中文像积木一样灵活的特性。最后是带着推测去求证的是不是，让你化身为语言里的福尔摩斯。对于正在学习中文的你来说，我们非常鼓励你。在下一次听到母语人士说话，或者是你看华语剧、听华语歌的时候，甚至是你自己开口说中文时，仔细去体会一下这3种问法背后的语气和说话者的心理状态。不要只把它们当作语法公式，把它们当作理解华人思维模式的一扇窗户。你会发现，每一次的提问其实都是一次情感的交流。在我们今天离开这家咖啡厅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留给你，让你带回家慢慢咀嚼。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可以放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它可以放在句首，像是不是我们走错路了？它可以放在句中，像是外面是不是下雨了？它甚至可以像个小尾巴一样放在句尾，像是我们明天休息，是不是？虽然他们都在确认推测，但你可以想象一下，把是不是放在这3个不同的位置，带给听话的人的压迫感，或者是语气的强弱，会有什么微妙的不同吗？当你把是不是砸在句子的最前面，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急迫？下次跟朋友用中文聊天时，不妨偷偷观察一下，当你改变是不是的位置时，他们的表情和反应吧。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点。语言是活的，它的生命力就存在于这些微小的语气变化之中。期待你能带着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希望你今天跟我们聊得开心，喝得尽兴，也带走了一些实用的中文秘密武器。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下次我们再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语言奥秘吧。拜拜。祝你探索愉快，再会。 Great job finishing today's lesson. Now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yes-no questions and a-not-a structures to ask clearer and more natural questions in Chinese. If you enjoy learning Chinese with m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for more structured HSK grammar lessons. You can also check the description to book a trial lesson with me on Preply for personalized one-on-one Chinese learning. In the next lesson, we'll learn how to use "zhen" in exclamatory sentences and how to form imperative sentences with "bie" and "bu yao le." See you next time!